我和闺蜜穿输了，她穿成了白月光纹里的恶毒女配，我穿成了柔弱小白花。她是男二身后小跟班，众所周知的资深妒妇，我是男主家里的病娇养妹，人前温软，人后疯癫，世人皆知。他爱着男二，我爱着男主，世人不知。我俩背地里疯狂采买和囤钱，没心没肺过了3年，在通往亿万富翁的存钱路上越走越近，临门差一脚，女主回来了。金圈商宴，我和闺蜜楚月刚进宴会大厅，听到人生八卦。听说沈家的楚月给宋一川做了10年免费保姆，还没转正，他怎么还有脸继续做舔狗？人以类聚，跟楚月玩得好的那个苏家养女苏之羽，爬他哥苏晋言的床，被丢出去了好几次还不死心。这次宴会他们又跟着过来了，真丢我们女人的脸。身为八卦主角的我和楚月相视一笑，彼此都没多言。穿书3年，我成了男主苏晋言的病娇养妹，人设是天天爬床争取生米煮成熟饭，从苏家养女变成苏家媳妇的心机病娇女。闺蜜楚月成了男二宋宇川的忠诚舔狗，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，若是舔狗有排行榜，她一定稳居榜首。前不久，沉睡3年的系统突然诈尸，告诉我们女主即将回国，她一旦回国，本书将自动开启虐文模式。接下来的剧情，我会因为女主废掉双腿，而楚月会死在女主的手段之下。我和楚月身为21世纪新时代女性，杀得了木马，翻得了围墙，开得起汽车，买得起洋房，斗得过小三，打得过流氓，完全不能接受被虐的命运，所以我俩决定卷钱跑路。宴会休息厅里，我和楚月调出手机银行，开始计算各自存款。宋宇川这3年待我还不错，事后都会给我甩张几10万的支票，存款过亿了。存款过亿是我们开启回家通道的必要条件。不仅如此，存款也会转化为积分储存，在系统里可以带回现实世界。你还没攒够1个亿，女主快回来了，你必须加快节奏。刚说完，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隐约听见一个名字徐木婉。我和楚月躲在人群最后，透过缝隙明目张胆地打量着人群中间的女主徐木婉。此时的她身上的晚礼服被红酒打湿，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凌乱的发丝搭配着倔强不屈中又透着凄惨的破碎感的眼神，让人一阵心疼。西装革履的苏晋言和宋宇川拂开人群，护在了徐木婉的身边。婉婉，谁泼的？马上给我滚出宴会！一旁的宋宇川则快速脱下外套披在徐木婉身上，遮住无限风光。他们俩推开人群，准备带着徐木婉离开。我正要往后退，却猝不及防和苏晋言的视线对上。我拿出病娇姿态，脸上带着温软甜腻的笑容。哥哥，苏晋言却把我当成空气，直接擦肩而过。哥哥，爸妈说过，你要是和徐家人来往，会收回你在公司的实权。我坚守人设，故意用极具侵略性的视线在徐木婉身上打量。你要是敢告诉他们，别怪我冻结你的银行卡。银行卡冻结，资产为0，我还怎么回家？好恶毒的威胁方式，我只能悻悻作罢，闭紧了嘴。他们走后，楚月的眼神粘在宋宇川身上，一直没收回。芝芝，我得跟在宋宇川身边继续做舔狗，你钱还不够，记得赶紧想办法。等楚月走后，我也让司机开车送我回家。车上，我闲来无事打开相册，相册里是3年来我和楚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穿书前，我和她是孤儿院里一起长大的好姐妹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一直联系不到她，可被雷劈的穿书后，我却在这个世界见到了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那天，我跟着苏晋言去参加她兄弟宋宇川的生日宴会，见到了被圈中贵女吐槽的舔狗楚月。她和我闺蜜不仅名字一样，还长了张一模一样的脸。天下有这样巧合的是吗？趁着苏晋言和宋宇川应酬，我悄悄走到她身边，端着酒杯对暗号：1、2、3、4、5，下一句。上山打老虎。他接上了。那一天，如果不是场合不对，我俩一定会抱头痛哭。我和他互相吐槽，各自说自己穿书后被系统安排的人设。在听说他被宋宇川虐的体无完肤后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攒钱离开，不管能不能回原来的世界。等原文女主徐木婉回来，我们就跑路，去过好闺蜜的逍遥生活。收拢思绪，司机已经送我回别墅。我打开门，偌大的客厅一派清冷，苏晋言还没有回来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。3年时间的朝夕相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原主影响，我发现自己对他总有压抑不住的情绪浮动。但我知道，对我而言这只是一场任务，千万不能动真心。回房后，我站在衣帽间的首饰柜和存包柜前，细细算着卖掉它们能凑多少钱。10个手指头掰了又掰，我自言自语：9000万还是不够。我琢磨着自己还能从哪里弄到钱，倏地想到了苏晋言书房里的保险柜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眼。家里人的钱怎么能算偷呢？苏晋言的所有密码都是徐木婉的生日。第一次开保险柜，我随手输入一串数字就啪嗒打开了门，可惜保险柜里没有想象中的黄金璀璨，现金叠堆，空空荡荡的柜子里只有一本相册，随手翻开竟然是徐木婉从小到大的照片。我忍不住吐槽：一本相册而已，至于锁这么严实吗？突然，一道冷冽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：你在做什么？
我身形一顿，苏静言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吧？我转过身，挤出一丝笑。哥哥，我在帮你的保险柜擦灰。苏静言冷笑一声，夺走了我手中的相册。缺钱就直说，别干这种小偷小摸的事。还是哥哥懂我，你给我1000万的零用钱好不好？只差1000万，我就能凑够1个亿了。苏静言皱着眉头打量我几眼，我尽量让自己笑得一脸真诚。哥哥只要给钱，我一定装作没看到这相册。苏静言将相册锁进保险柜里，再走到书桌前，撕下一张支票，刷刷几笔扔给了我。钱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双手接过支票，差点就要心花怒放。苏静言还没开口，我便听见楼下传来陌生女人的声音。静言，我走出去一看，发现徐木婉正拖着行李箱站在客厅里，一时间我声音冷了下来。哥哥这是什么意思？爸妈若知道婉婉住进来了，你就从这栋别墅消失。说完，他就下了楼梯朝徐木婉走去，再帮他提行李，亲自安排离他主卧最近的房间。看着苏静言温柔轻笑的样子，我鼻头不由得一阵发涩。在一起生活的3年，我从没见过他脸上有如此真实的笑意。原来他不是不爱笑，只不过能让他露出笑容的人不是我而已。我落寞地回了自己房间，刚关上门，我就深吸一口气，郁气瞬间一扫而空。我跳到床上，打开手机银行看看余额，又弹了弹手中的支票。苏静言，你和女主怎么相亲相爱都没关系。我已经凑够了钱，这是我离开你的底气。晚餐时间，我下楼去了餐厅。虽然马上要离开了，但我还需站好病娇人设的最后一班岗。为了迎接徐木婉，苏静言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。婉婉，这是下午空运过来的新鲜海鱼，你尝尝。苏静言给他夹菜，眼底的温柔都快溢出水来。徐木婉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我，随即对他说道：静言，你别光顾着我，你给芝芝也夹点。苏静言动动一顿，声音微冷。他不爱吃这些。我低垂着眼，浓密的睫毛遮住我眼底的光。对，我不爱吃，你心上人爱吃，让他多吃点。我从原主的记忆搜刮到，徐木婉海鲜过敏，这么大的事，苏静言竟然不知道。今天这顿海鲜大餐，他应该会终生难忘。我随意吃了几口，便放下了筷子。我吃饱了。说完，我起身上楼回房。楼梯口，我清晰听见徐木婉的声音：静言，你怎么能这样对芝芝？她是个女孩子，会生气的。有什么好生气？苏家少他吃穿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将他们的声音抛在身后，胸腔里的心脏跳动中带着钝痛。我知道这是原主残存的感觉，毕竟她是真的深爱着那个男人。苏之羽，世上男人多的是，苏静言不配得到你纯粹而热烈的爱。半夜时分，我听见外面响起嘈杂的说话声和的脚步声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！紧接着是汽车疾驰离开的声音。我没在意，而是翻了个身，继续睡得香甜。我做了个美梦，梦见我和楚月带着巨款回到现实世界。我们买了车，买了房，还给孤儿院重建了房子，给弟弟妹妹们买了新衣服和新玩具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们没有爸爸妈妈，但是我们有世上最好的姐姐。姐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床下楼时，苏静言和徐木婉还没有回来。我直接去了宋宇川的家里找楚月。一进屋就看到他正坐在客厅里哭，一双眼又红又肿。月月，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我正担忧，他却挤眉弄眼的用眼神示意墙上的监控。原来他在演他的舔狗人设。我低咳一声，顺应剧情的关心询问：是不是昨天晚上宋宇川欺负你了？他听说徐木婉进了医院，凌晨就赶过去了。他怎么能丢下我？明明之前答应陪我一起过生日。芝芝，今天是我生日啊！楚月肩膀一颤一颤，又哭了起来。我心疼的抱住他，扶着他回房间休息。本想再安抚几句，可他却一把关了房门，就胡乱在脸上抹了2把，嫌弃道：这舔狗人设真不讨喜，天天哭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我扑哧一笑，有些庆幸自己的病娇人设还不错，起码不用这么憋屈。楚月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又用冷毛巾敷着眼睛，这才问我：徐木婉怎么突然进医院了？昨天苏静言为了迎接她，给她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结果海鲜过敏进医院了。啊？苏静言那么喜欢徐木婉，竟然不知道她海鲜过敏？不过徐木婉明知道自己海鲜过敏，为什么要吃呢？我摇了摇头，一头雾水。楚月在脑海里联络了一番系统，随即正襟危坐。芝芝，系统说剧情加快了，女主刚出现1天，我们俩就都被虐了。芝芝，估计过不了几天，我就会因为女主而死，你也会被折腾到半死。我无比认同的点头。现在情况属实危急，伤害我的感情可以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绝对不行。想到正事，我连忙将手机银行的余额截图给他看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攒够钱了。
好了，那我们2人都可以顺利回家了。攒够1个亿，系统已经开启了离开通道，但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真正生死才能回家。我们2个谁先死？先死的可以先回家，后死的要替对方收尸，还要收拾烂摊子。我俩对视一眼，楚月抢先一步回答：我被虐得惨，我先死。不行，抛硬币，这鬼地方我1刻待不下去了。行，抛硬币。楚月马上找出来1枚硬币，定好规则，硬币叮一声脆响，随后落下，数字朝上，他赢了。行，我收尾。和楚月分开后，他在家做准备，我也回去收拾东西。家里，苏晋言正坐在客厅，手里翻着一本泛旧的日记本。那个日记本是原主对徐木婉详细到令人发指的细节调查。看到我回来，苏晋言啪地合上日记本，甩到我身上。苏之宇，你明知道婉婉对海鲜过敏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在心底翻了个白眼，一刻也不想扮演爱而不得的病娇人设。弯腰捡起地上的日记本，我拿起打火机点燃，火焰映在眸底，像跳动的音符。你喜欢木婉姐姐这么年，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，哥哥的爱还真是浅薄。苏之宇，苏晋言生气了，连带声调都高了不少。我无视他吃人的眼神，不紧不慢地将要烧到手指的日记本丢到地上，又看着他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变成灰烬，在逐渐熄灭。日记本烧完了，我只想问哥哥一句。我收回所有假笑，一脸平静地对视上他的眼睛。这些年，你真的从没喜欢过我吗？苏之宇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苏家给你的。惹怒我对你没好处，再用这种话恶心我，我就让你做回一无所有的孤女。说完，他怒气匆匆地走了，独留我一个人站在偌大的客厅。孤女吗？是啊，原主是孤女，和我一样。不一样的是，她有幸被苏家收养，可不幸的是，她爱上了苏晋言，从此误了终生。少女被毫无血缘关系的哥哥保护着长大，玩遍了所有女生都想玩的旋转木马，甚至还能十指相扣的在海边看日落。若不是被苏晋言教养成了玫瑰长大，原主又怎么可能会爱上她？明明是她让她动了心，可在她眼里却是变态恶心的存在。最爱的人伤她最深，苏晋言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辜负了怎样的一份感情。接连2天没联系楚月，我有些好奇他打算用怎样的方式做自我了结。周末晚上，我正要给他打电话，他却主动打了过来。楚月的声音有些大舌头，电话里除了滋啦的电流声，还有呼啸的风声。芝芝，你喝酒了？他打了个酒嗝，声音断断续续从电话那头传过来。喝酒壮胆干正事。我一听，立马从床上单坐起来。不是还没到时间吗？离我们约定的计划明明还有1个星期。7天后，他先死，等我处理完后事，紧跟着他离开。我等不到计划那天了。楚月的声音混着风声，有些听不清。我想趁着今天天时地利人和，死了算了。芝芝，我本来想见宋雨川最后一面，好歹一起生活了3年，我多少有些舍得他。可是他不接我的电话，一直陪在徐木婉身边。3年啊，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。可他还是好讨厌我。宋雨川那个混蛋，为什么一通电话的时间都不愿意给我？今天是徐木婉的生日，那我就让这一天变成楚月的忌日，让宋玉川终生难忘。楚月不接我的话，自顾自地说着：“跳楼死会很丑，你一定得让殡仪师给我化个漂亮的妆，还要换上罗塔家今年的新款裙子。我不要衣冠冢，也不要睡在冰冷的陵园。你把我骨灰撒在河里吧，我想流入大海，让宋玉川这辈子都找不到我。”我浑身发抖，但还是拼命维持着冷静哄他。我全都答应你，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好不好？我想来陪你。不好，我不让你害怕。对面没了声音，只剩下呼啸的风声和耳鸣的电流声。我很慌，慌到腿软，但还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找他。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。砰！帝豪华庭公寓前，我见到了楚月。楚月死在了我的脚边，像折翼的鸟，由天空坠入大地，满目所映皆是鲜红。我无措地跪在他尸体旁。你不是最爱美吗？怎么能忍受这种死法？虽然我清楚知道我们会在21世纪的世界再次重逢见面，我不想哭，也不想难过，可我高估了自己，也低估了他在我生命里的意义。穿书这3年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，也是彼此相互救赎的力量。我被警察扶起来，带到了警车上。去医院太平间的路上，
我用楚月的手机不停地给宋雨川打电话，从无人接通到响起冰冷的女声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楚月说过，今天是徐木婉的生日，宋雨川会一直陪在那个女人身边。我擦掉眼角的泪，放下手机，跟着警察一路去了太平间。你是死者什么人？好朋友。那你联系他的家人吧，让人来认领尸体。他没家人了，这世界他只有我。身在国外的楚家爸妈对他不闻不问，早已断了联系，而宋雨川只把他当可有可无的床伴。楚月的手机通话有自动录音功能，我把最后的通话记录点开，播放给警察听。他说了，让我负责他的身后事，殡仪馆。等楚月入殓后，我在临床前陪了她1天1夜。她穿着罗塔家新出的裙子，画着最漂亮的妆容，安安静静地躺在那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明明还是那副明艳动人的模样，身体却变得冰凉。我亲手把她送进火化炉，透过缝隙盯着火焰，看着炉子里的大火将它燃尽。当骨灰盒到了手中，我的眼泪无法抑制地淌。楚月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轻？我将楚月的骨灰撒入河里，水花汹涌，吞噬了一切。等等我很快就来找你了。包里的手机震动了几下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宋雨川给楚月发的消息。今天晚上来我家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在他眼里，楚月永远是个随叫随到的工具。凭什么？就因为楚月爱他，所以他就注定是卑微的一方吗？我没回消息，将楚月的手机关机。是宋雨川自己错过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，那便一辈子都错过吧。半山别墅客厅里，苏静言和徐木婉都在。我已经几天没有休息，眼眶布满红血丝，头发凌乱得像个鸡窝。芝芝，这几天你去哪里了？我和你哥都在找你。我板着脸甩开他的手，想直接上楼回房，可苏静言却一把拦住我。木婉只是担心你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教养了？我没有看他，也不想说话，我直接绕过他们，回了房间。房间里的东西早在之前就被我整理的差不多了，此时显得空荡荡。苏静言大抵是看出了我的异常，跟了进来。苏之宇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天去哪里了？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？我不想做无谓的解释，随意找了个说辞。出去旅了个游，又和那个闺蜜楚月一起出去鬼混的，以后不要跟她来往了，搞成这副人不人鬼晚的样子。听到他提及楚月，我压抑的情绪喷涌而出。住嘴！苏静言噎了一下，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我如此冷硬的语气，不由得多打量了我几眼。这几天你不在家，爸妈都很担心你，夜不归宿对你名声也不好。那你呢？你担心我吗？只要你一天姓苏，苏家人都会担心你。我是你哥，自然也会担心。想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原主的情绪一瞬间蔓延了我的胸腔。我再一次试探问他，如果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苏家，离开你，你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见我一直不说话，苏静言一把拽住我的手，想要追问。楼下突然传来徐木婉的惊呼，还有瓷器摔碎的声响。苏静言瞬间变了脸，松开我，转身就走。婉婉，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，我心底涌起一股悲凉，好像对那夜楚月醉酒后的哭诉有了些许感同身受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苏静言和宋雨川的眼底都只会有徐木婉，只要徐木婉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们两个都跟丢了魂似的。我感到疲惫，身体很累，心也很累。系统让我维持书中的病娇人设，这3年我体验尽了人情冷暖，咸酸苦辣，却没有一点甜。给闺蜜处理了后事，我也该走了。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只是比划了好几下，我还是放了下来。苏静言那么讨厌我，如果我死在她家里，她大抵会觉得晦气吧。以前她总是说我不配姓苏，总说爸妈不该收养我，因为我是被遗弃的孩子，是晦气的东西。可是被抛弃不是我的错，我也不想姓苏，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没有人能够选择出生，选择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也没有人能阻止遗弃子女。我从来都没有选择的权利，甚至穿书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我的本意。脸上一片湿漉，我抬手抹过，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。我叹了口气，倒在床上辗转难眠。以前楚月还在的时候，都是他和系统联络，这一次我在睡梦里听见系统的召唤了。苏之宇，你已经存够1亿，离开通道也已经为你开启，明日将是离开前的最后期限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想回家了。清早醒来，窗外下起了滂沱大雨，苏静言和徐木婉不见人影。我打车来到海边，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散着海水的潮气味道，有点咸涩。我从包里拿出楚月的手机，一打开就看见上面有很多宋雨川的未接电话和未读消息。楚月，你怎么还没有过来？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来浅水别墅。一条又一条的信息，全都是质问和谴责，还有无休止的命令。我看完，将楚月跳楼自杀前和我的最后一次通话录音发给了宋雨川。等到发送成功，我将手机扔进了大海。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编辑了一条遗言发了朋友圈。我把自己葬于大海，抛于青山，不入苏家族谱，不进苏家灵堂。
苏之玉绝笔。发完后，我给苏静言打了电话，只是和楚月一样，无论我打多少个电话都是无人接通。随后将手机打开录像，镜头面向自己，屏幕里的我被海风吹得碎发飘扬，但苍白的脸透着几分视死如归。苏静言，从我3岁时被苏家收养回来到现在，已经18年了。小时候你总说保护我，会做一柄帮我遮风挡雨的大伞。高1那年有男生给我写情书，你带人到学校堵他，说谁也不可以窥探你妹妹。你带我坐旋转木马，带我看满城烟花。我青春期所有的少女情怀都被你用行动填满。说着说着，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变得哽咽。苏静言，明明你先招惹我的，给了我所有女孩子想要的浪漫，却在得知我喜欢你后对我的态度一落千丈。你讨厌我，嫌弃我，甚至把我的喜欢当成耻辱，一次又一次任由外面的人羞辱我，让我出尽洋相。你总说我对你的喜欢肮脏又龌龊，可其实我的爱坦荡又磊落。海风呼啸，潮水一波又一波朝我袭来，闪烁的红点提醒着我还在录制中。苏静言，过去我无法选择，但现在我选择主动离开。从今以后再无苏之羽。苏静言，你也过。我按了结束键，随后将这2分38秒的视频发给了苏静言。发送成功，我释然一笑，随后就将手机随手丢在了沙滩上。伴着咸涩的海风，我一步步朝大海深处走去。一个浪潮袭来，没过我的头顶，直到再无声息。这时，沙滩上的手机剧烈震动，一阵浪潮席卷而上，卷着手机带入了海水之中。另一边，苏静言看过视频后，一遍又一遍拨打了苏之瑜的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。他握着手机的指关节逐渐发白。苏之羽，现在还玩这种把戏，可笑至极。他拨通特助的电话，几乎咬牙切齿，立刻派人去海边，把他给我带回来。他起身想要出门去，但脚步虚浮，腿发软。司机扶他上车，看着他惨白的脸色，有些担心。总裁，我们去哪里？苏静言黢黑的眸子沉得可怕，如一潭死水。回家。这出戏演完了，他也该回家了。他一定不会有事的，他只要在家好好等着他回来就好了。他一定是骗自己的，一定是。家里，徐木婉正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兀地看见苏静言回家，一脸惊讶。静言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徐木婉上前，正想替他脱掉外套，猛地被他捏紧手腕。他声音嘶哑，压抑着怒火。苏之羽呢？徐木婉吃痛，眼底运起水雾。静言，你弄痛我了。苏静言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收回手。抱歉。他一句多余的解释都说不出口，步伐匆剧的上楼。此时苏之羽的房间里干干净净，空空荡荡，自己给他买的东西都不见了。苏之羽卧室里的东西呢？管家很久没有看到如此动怒的苏静言了，看着他眉宇间压抑的怒火，垂眉回答：小姐说她不喜欢了，就都丢出去了。什么时候丢的？这几天都在丢，今天早上丢完最后一波。听完管家的话，苏静言像是被人抽掉脊椎骨，整个人都软靠在墙上，心里安慰自己的话再也说不出来，不安进一步扩大，如黑暗溶洞将他一点点吞噬。苏静言连忙又给特助打去了电话。找到人没有？还没有。电话里还夹杂着海风的呼啸声，那风声似乎吹得他心口都渗出了刺骨凉意。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？苏之瑜发给他的视频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她只是出去和她的闺蜜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闺蜜，她不是最喜欢和楚月一起玩吗？她一定和楚月在一起。苏静言猛地站直身体，掏出手机。宋玉川，楚月在哪儿？他是不是和苏之羽在一起？宋宇川握着手机的手轻颤，楚月在哪？他也不知道。他此时坐在公安局接待室里，面前摆着楚月的死亡记录。他就死在徐木婉生日那天，死在他给自己拨打无数个电话却故意不接的晚上。宋宇川收到那个录音的时候，觉得只是他博取关注的手段，可是无论他打多少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有接。慌了的他才来到公安局找人，可自己要找的人已经销户。知道楚月真的死了，宋宇川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他死了这3个字仿佛用了他浑身的力气。他就坐在那，却不知不觉泪流满脸。电话那头的苏静言恍如被雷劈了死字，像噩梦般萦绕在他耳边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苏静言脑海中突然闪过苏之瑜昨天回家时的狼狈模样。他没有说去了哪里，而是问了自己：如果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苏家，离开你，你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我。他是有预谋的，对不对？楚月死了，所以他也就不想活了。凭什么？楚月在你心里的位置就这么重要吗？重要到抛弃整个苏家，也要和他同生共死？苏静言这头刚挂断电话，特助就打了进来。总裁，小姐的行踪找到了。
苏静言来到海边，无垠的海面上没有丝毫苏之瑜存在过的痕迹，但是监控却清楚显示他坐在这里和他打着电话。最后电话无人接通，他疲惫地点开视频开始录制，最后他消失在海洋里。此时的海面上密密麻麻布罗着搜救打捞尸体的船只，他想见他最后一面，哪怕只有尸体也要见他最后一面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遗愿使然。他说，死后葬于大海，抛于青山，不入苏家族谱，不进苏家灵堂。所以他深入大海，魂归青山，即使死了也绝不让他找到。苏静言坐在他生前坐过的地方，纹丝不动地望着大海。苏之宇，这就是你对我的喜欢？轻而易举就抛下我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？海面无垠，浪声汹涌，苏静言将头埋在膝盖里，泪无声息。脑海里都是曾经的过往。苏之瑜6岁那年，他说：“哥哥，这是今天老师颁给我的小红花，我送给你好不好？你比芝芝更厉害。”8岁那年，带着婴儿肥的小手摊开，里面是已经被他握化了的糖果。看，我给你带了糖，我特意从学校留下来给你的。坏了，它坏了。没事，带你去重新买新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吃。好耶！哥哥最好了，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。可是你口中全世界对你最好的人，到头来伤你最深。10岁那年，他说：“哥哥，一起玩过家家，可以，你当我妻子。不要，我要当公主。如果你当我妻子的话，长大以后我就娶你。当妻子能和你永远在一起吗？当然能。那我要当妻子，等哥哥以后娶我。”苏静言哽咽着抬头望向海面的眼神里透着无助。长大后的这些年里，苏之瑜从没遮掩过对自己的喜欢，可他又是怎么做的？他喜欢上了其他人，追逐着所谓的光，将他一个人丢在回忆的牢笼。他无数次说过，他对自己的喜欢是恶心的存在，如果不是爸妈，他早就将他送出国，一辈子不再和他见面。现在真的一辈子再也不能和他见面了。你的心真狠，连尸体都不留给我。苏静言不知道在海边坐了多久，等他回过神来，已经被特助送回了家。徐木婉正等在客厅，见到他，一脸急切地上前：“静言，芝芝找到了吗？”苏静言抬眸盯着他片刻，脑中闪过苏之宇对他的不喜。明明他最讨厌徐木婉了，自己却还是自私地将他接到属于他们2人的家里。他甚至不敢想那一刻他有多伤心，可自己还在怪他调查徐木婉，却没有告诉自己他海鲜过敏。苏静言眼底闪过浓郁的后悔，芝芝不喜欢的东西，他不应该留在他的家里。他对他出声：“今天早点睡吧，明天你就从我家搬出去。”冷淡无情的样子，徐木婉第一次在他身上看见，他有瞬间出神。搬出去？明天？为什么？静言，你是让我明天就搬走？苏静言看向他的眸没什么情绪，只淡淡点头。你借住这么多天，该走了。芝芝已经不开心了，我不能让她更不开心。最后一句话极轻极淡，好似除了他自己，没人能够听见。苏静言没什么表情，自顾自上楼去了苏之瑜的房间。此时他静下来仔细看后，才发现他的房间真的好空荡。他的洗漱用品、最喜欢的护肤品、满柜子的裙子、满书架的书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就连曾经2人拍下的无数相片都消失在相册和相框里。偌大的房间像是临时住人的酒店，空荡简单。他倒在他的床上，被单上有淡淡的香味，却不是属于他的味道。床单被罩已经在早上就换过了。你怎么能这么狠？怎么连我思念的权利都剥夺？他真的好狠，彻底的离开，彻底的脱离他的生活，连个思念的东西都不给他留下。苏静言的泪湿了床单，迷迷糊糊中睡着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见到了苏之瑜。芝芝，是苏之瑜，又好像不是苏之宇。梦里的苏之宇和小时候的记忆如出一辙，乖巧的跟在他身后叫哥哥。他压抑着自己汹涌的爱意，看着他追求徐木婉，和徐木婉交往。我不喜欢你和徐木婉在一起。不和他在一起，难道和你在一起吗？苏之宇，你恶心不恶心？梦里的他流着泪看着我，我毫不心疼。他没有和楚月成为好朋友，孤单一人，在面对徐木婉的不断挑衅，逐渐崩溃。我爱不起你了。这是他出车祸后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废了双腿后，他彻底沉默寡言。他哭着说是徐木婉策划的车祸，可自己根本不信。画面一转，他看见了徐木婉和肇事者联系的画面，可此时一切为时已晚，自己已经和徐木婉幸福在一起，度过一生。而他被独自送往国外看病，连什么时候去世的他都不知道。而楚月和苏之瑜一样，也因为徐木婉死在了无人知晓的郊外。这个梦的背景是一本书，许是书里的苏之瑜和楚月太过可怜，天道从别的世界筛选了2个同名同姓、长相相似的姑娘过来。去吧，你们代替他们好好生活吧。他们的反对无效，他们进来了，努力维持着原来的一切。他们生活的好好的，
因为徐木婉的回国，两人害怕断腿惨死，就先一步以自己的意愿死亡回家去了。苏静言从梦里惊醒，一睁眼，天已经大亮，梦里的画面还盘桓在脑海，真实的像是自己经历过的一般。苏静言努力说服自己，一切都只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并不是芝芝上辈子的真实经历。可这份自我催眠，在宋宇川的电话打来之后化为灰烬。我们见一面吧。宋宇川在电话里直接定了地点，咖啡厅里，苏静言和宋宇川见到对方都是一愣，两人眼下同款青黑，血丝遍布，胡须拉碴，和平日里一丝不苟的总裁形象相差极大。宋宇川这2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点不知道苏之瑜的消息，只以为他和苏静言闹脾气消失了。苏之瑜找到了吗？苏静言眸底溢出一缕悲伤，沉默许久，才淡淡开口：他也死了。宋宇川眼底闪过一抹诧异，转瞬又觉得这样才对。节哀的话他说不出来，失去楚月后，他才终看明白自己的心。我昨天做了个梦，梦到了我所在的世界是一伪本书。宋宇川说道。苏静言诧异一瞬，示意他继续说：我还梦见了楚月，梦见他一直追在我身后，可我眼里只有木婉。后来他死了，死在一场绑架，死在人烟稀少的郊外。是木婉让绑架的他，他死前遭受诸多折磨，上天看不下去了，世界重回，楚月被另一个世界的人代替。梦里说我们在一本书里，我对徐木婉的爱是天意，却不是我的本意。楚月对我的感情也是天注定，不是他的本意。他没有思考的能力，只能遵行。可后来的楚月被代替了，他能够思考，他害怕原剧情惨死的结局，他跑了，回到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去了。宋宇川断断续续说了很多，深奥奇异，像痴心妄想，但苏静言能听懂，因为他也做了同一个梦，或许他们做的这个梦本就不是梦，而是真相。你会觉得我疯了吗？宋宇川问他，这个梦他和管家说过，可他们只以为他是因为楚月的去世受到了刺激，根本不信。我相信你。苏静言说。宋宇川一脸惊讶地抬头看他，许是从他眼底读出疑惑。他解释，我做了和你同样的梦，只是梦里的主角变成芝芝而已。同样的。宋宇川喃喃自语，是该同样啊，芝芝也死了，和楚月一样，即使在梦里都没能善终。苏静言。宋宇川忽然抬起头，一双眼闪着明亮的光。你知道吗？梦里的天道说过我可以去找他，我想去找他，真的很想。我对楚月的态度从来都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恶劣。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喜欢上他，可是他走后，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。不只是想念，我还欠他一句道歉，一句诚恳的道歉。我会去找他，你呢？宋宇川的话又像是苏静言的心里话。是啊，他对芝芝的态度又什么时候好过呢？他欠苏之瑜的又何止一句道歉？宋宇川说的去找他，苏静言知道昨夜的梦里的有过这样的对话。我可以给你机会去找苏之瑜，向他赎罪。你会和他过来时一样绑灵系统。如果3年内你能完全攻略他，那就可以彻底留在他身边。如果失败，将会消除所有记忆。这是一场赌局，可苏静言想要再见他一面，见一面，哪怕是一眼。走吧，去找他们。另一个世界，我从窒息而亡的巨大痛苦中醒来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死亡太痛了，再也不想经历一次。回过神，我赶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找到正在充电的手机。距离我穿进书里只过了2天，手机屏幕上全是老板和同事的未接电话。我顿了下，略过他们找到楚月的电话，拨了出去。每一声像是融在入我的心跳，胆战心惊。这一声是我明明只间隔短短几天，可我却觉得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。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你没事吧？在亲眼目睹过他的尸体之后，我总会有错觉再也见不到他。我没事儿，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，我们老地方见。好，挂了他的电话。我还正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。书中世界3年的旅行，在现实世界只有2天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只听别人说的话，一定会觉得是在扯淡。收拾好心情，我简单打理了一下自己，然后带着银行卡出了门。看到银行卡里多出来的无数个零，我的心砰砰乱跳。系统说的都是真的，完全没有骗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闺蜜也是亿万富翁了。我化了个淡妆，到楚月说的老地方等她。老地方其实就是一家临江的大排档，只有下午3点以后才会开。以前没钱的时候，我和楚月老喜欢坐在这里吃点串，点2瓶啤酒，胡天海地的聊和梦想自己有一天成为有钱人。那时我们说，如果某一天变有钱了，一定要重新修缮一遍孤儿院，让大家居住的环境更好。孤儿院表面上看不缺钱，每年都会有各样的有钱人捐款，可实际上十分缺钱。有钱人捐的不多，很多都只是为了博一个好名声。可日常孩子们的花销，孤儿院的运行，到了读书年级，院长还送大家去学校，孤儿院缺钱的很，所以我和楚月才会拼了命的赚钱。芝芝，我循着声音一抬头，
就看见了朝我跑来的楚月，牛仔裤、白衬衣、高马尾，头发在身后一甩一甩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了生命力。我起身，张开手臂紧紧抱住他，感受到怀里的温度。那刻，我的泪又涌了出来，我嚎啕大哭，惊呆了路人也全然不顾。孩子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你怎么那么狠心抛下我一个人就走了？我差点真以为你死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难过？你个坏蛋，你骗我！约定好的时间，你怎么能不按照计划？我逮着他就是一通骂。楚月拍着我的后背，低声安慰：“好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不怕人看你笑话啊？以后不会了。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”我哭了好久，仿佛是想这几天的难过和委屈都一次性发泄完。他一边拍着我的后背，一边给我递纸巾。你们俩娃娃好久没过来吃饭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刚才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你来他就哭了？我泣不成声，说不出话。没事儿，他太久没见我。老板娘笑着，眼底是浓郁的羡慕。你们俩娃就是感情好，人这一辈子能有这个好的朋友不容易。说着，他又转身道：“今天出摊时间比较晚，要吃饭的话还得等1个多小时。不急，我们俩晚上再吃，好久没吃，正想着呢。行，晚上过来，我给你免单。现在没事儿，你们就坐着玩会儿。”等老板娘走了，楚月重新抱住我哄我：“再哭要被笑话了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眼神控诉。等我停止抽噎，我和他起身沿着江边漫步。我们在一处安静的角落找了个凳子坐下，一同望着平静无波的江面。我跟他讲了他走后我是如何处理他的消息，和把录音发给宋雨川的事。他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这种事儿都不用说了，已经成过去式了，也再也遇见不了他们。没必要再提起。”他说的对，书中的世界已经没必要再提起。我跟着他笑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我想给院长拿一部分钱，让他修缮孤儿院。这件事不急，如果要修缮的话，最好匿名捐款。虽然咱们的钱通过系统修改，都是通过正规渠道得来的，但还是不好跟周围人解释为什么突然这么有钱。这一天，我们没有说很多话，但是待在一起却彼此舒坦。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，不用太多话语去装饰，只要在一起就心情安定。晚上我们吃完饭，正准备各回个家，本以为消失的系统又蹦了出来：“警告！警告！小说世界男主男二即将带着攻略系统进入世界，攻略目标苏之玉、楚月，请做好准备。”我和楚月同时身形一僵，正在原地对视一眼后，分别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疑惑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男主男二会来这个世界？权限不够，无从得知。既然你权限不够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们2个来到这个世界了？系统无语。攻略系统与我同出一地，互相知道动向不难。那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做好你们自己就可以。攻略者出现时，系统会自动触发提醒。系统说完后又遁走了，怎么叫都不出来。这天晚上我回家后反复思考，却不懂他们为什么会带着攻略自己的任务而来。再醒来时，已经是日上3竿。今天和楚月约定好一起回孤儿院看大家。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先我几分钟到达，可他拎着东西站在院门口不进去。我付了钱，拎着东西下车，走到他身边探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不进去？”一眼就看见停在院里的2辆顶级豪车，还有站在孩子们中间陪他们玩的2个年轻俊朗、气质出尘的男人。是他们吗？不知道，自然点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院里的孩子们有人注意到我们，惊喜的大叫着朝我们跑来：“芝芝姐姐、月月姐姐，你们好久没有回来看我们了，我们帮你们拿东西。”小梅，这些东西帮姐姐们先放到院办公室，等晚点让院长分给大家。孩子们一走，院子就显得空荡起来。我和楚月站在门口，和院子里的2个男人对视一眼。我正想着怎么处理这种情况，他便礼貌上前向2位招呼：“2位是第一次来同心孤儿院？”院子里的男人一个看着他，一个看着我。什么孽缘？到底为什么追过来？总不能是让我和闺蜜还钱吧？是的。说话的人眼珠子都快粘在楚月身上，我按捺住想要翻白眼的冲动。书里他怎么对闺蜜的我一清二楚，这样的男人就算现在表现得多热忱又怎么样，还能指望垃圾变成宝吗？2位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和我朋友对慈善很感兴趣，来资助同心孤儿院。是吗？那可是真的太好了。芝芝，快去叫院长出来，有贵客到了。刚想去，院长就先一步出来了。许是在里面听到孩子们说我和楚月回来了，特意出来接我们俩。我上前亲昵挽住院长的手，解释：“院长妈妈，这2位说是过来资助孤儿院。”哦，真的吗？2位真的愿意资助同心孤儿院吗？是的，院长，我们会资助同心孤儿院。不知道2位
如何称呼？说话的男人顿了下，下意识看向楚月。我叫宋宇川。我也看向楚月，他此刻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疏离又和蔼，让人挑不出毛病。突然间，我感觉我被一道视线锁定。我叫苏晋言。闻言，我身体有些僵硬，心里猜测是一回事，真的听到他们承认又是一回事。可我知道，我应该像楚月那样淡然，不能露出马脚。正在我还在想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时，院长妈妈出声了：“芝芝、月月，你们俩快去泡茶，送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和2位客人仔细聊一聊。”好的。楚月应了声，就拉着我朝屋里走了。苏晋言本来是想跟上去的，却被宋宇川拉住了手臂。他冲他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太过激动。看他们的表情，像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厨房里，我后怕的拍着胸口，我想说什么，但是楚月眼神制止我，压低声音：“隔墙有耳。”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，乖巧的泡好茶就出去了。送了茶水，我和楚月趁他们不注意离开了办公室。小花园里，我和他一人霸占了一个小秋千，看着孩子们玩。楚月蹙眉：“明天晚上于飞回国，我得去接他。”啊？于飞明天回国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于飞是我和楚月的高中同学，也是唯一不嫌弃我俩是孤儿的男生。他的家里很有钱，但是他是个自闭症男孩，他不爱和人说话，甚至会刻意回避别人的目光。我和楚月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只以为他是高冷，直到后来楚月从一群校外混混手里救了被打劫的于飞，他才开始偶尔和我们搭一眼。虽然不至于说很多话，但是他起码不排斥我们。楚月跟于飞的关系更近一点。他说，于飞不是天生有病，而是小时候经历绑架落下的毛病。高中毕业后，于飞就出国治病去了。楚月若是不提及，我都快忘了这个腼腆的男孩。距离他出国已经8年了吧？月月还记着他。好啊，那你明天去接机，以后有机会带于飞和我吃个便饭。他点头同意了。于飞是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可世界外面的人看不到他的好，可月月能看到他所有的闪光之处。我俩正说着话，院长带着苏晋言和宋宇川出来，径直走向我俩。月月、芝芝，这2位老板想邀请你们吃饭。院长妈妈，我和月月这几天暂时没有时间。我和月月，我的话一出，我就看见院长松了口气，随后歉意看向两人。对不起啊，2位先生，我家芝芝和月月最近要忙工作，还要照顾生病的弟弟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。我以为他们2人会生气，但实际上并没有。苏晋言面无表情的脸看向我时，像冰雪融化般露出笑意。那我能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本来想说不能，但是他的下一句话直接堵住我还没说出口的回答。以后公司还有资助，我可以第一时间想到同心孤儿院。我是个俗人，哪怕银行账户躺着1亿，也拒绝不了这要求。公共资助能第一时间想到孤儿院，这条件我无法拒绝。先生日后还有资助，还麻烦第一时间考虑我们同心孤儿院。自然的。苏晋言对着我笑，这笑容和蔼如春风。起码在书中的那3年，我只见过他对女主这么笑过。想到曾经，我的眸色不禁暗淡一分。不懂他那么爱女主，又为了什么要跟来我的世界呢？等您空了，我还想请小姐赏脸，和我一起吃个饭。他说，我笑着，笑意不达眼底，点头应下。空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空。宋宇川如法炮制，想留楚月的联系方式，被楚月拒绝了。宋先生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不方便加陌生男人的联系方式。我看见宋宇川的脸色变了，有些难看，也不敢置信。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正常，淡淡点头应下。那好，那有机会我们以后见。第2天中午，我带着玩具和新衣服到医院看望生病的孤儿小圆。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看着我的苏晋言。我想了想，冲他礼貌点了点头，随后越过他离开。芝芝，我们谈谈。我抿唇沉默良久。好。医院外的一家咖啡厅，我和他面对面而坐，还是他先忍不住出声。芝芝，我知道你记得我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还是沉默，不知道这时候该回答他什么话。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了。要怎么做你才愿意重新给我机会？没有机会了，我在心里想，原主早已经死了。谁给过他机会？他又做错了什么？我轻轻放下咖啡，紧抿着红唇，沉默许久。苏先生，人生没有后悔药，也没有能试错的机会。苏先生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喜欢你的人也从来不是我。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知道他究竟喜欢的是原主还是我，但我是真的没有喜欢过他。或许有依赖，或许有亲情，可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爱情。我看到他整个人的气质都颓靡下来，萦绕着一股丧气。我还想说什么，电话铃声响起。我甩开纷乱思绪，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楚月焦急的声音：“芝芝，你快来警局接我！宋宇川那狗东西发疯把于飞打了。”我一惊，赶忙起身拿起包包。对不起，苏先生，我还有事儿，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。他伸手抓住我：“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”我不悦皱眉，从他手掌中挣脱。不麻烦了，我会打车。我几乎是飞奔到的警局，接到楚月和于飞时天已经黑了。楚月扶着于飞。我直接输入他的房门密码，我一开门就赶紧帮他们拿出拖鞋，辅助他们换上。把他放哪儿？把他丢侧卧？侧卧里，
于飞半坐半躺在床上，穿着白色卫衣，搭配了一条黑色裤子，不知道哪里留下的血迹，将她的白色衬衣晕染成了白雪红梅的模样。我走近才看清她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紫，惨不忍睹。你们怎么去了警局？楚月正拿着煮熟的鸡蛋给于飞敷脸，闻言怒气上头，手上忍不住中了几分，疼得于飞倒吸凉气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他手上立马松了力气。你自己拿着敷。我看见于飞眼神哀怨，好像在控诉楚月的话。他抬手的片刻，我才发现他手背指关节上全是血痕，狰狞又张扬。我忍不住说，他应该是手疼，拿不住鸡蛋吧。楚月瞪他一眼，话虽这么说，还是拿过鸡蛋给他揉脸。芝芝，你去柜子里把药箱取过来，给他处理一下伤口。哦，好。我轻车熟路从电视柜下翻出药箱，拿进房间给于飞上药，从手开始清理干净后，发现伤口很严重。我皱着眉不解，这么严重怎么不带他去医院？他不想去。我了然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怕是他的病并没有完全好。我看了眼于飞，他的视线要么落在虚空，要么落在楚月身上。我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我沉默给他上药，楚月一边给他消肿，一边怒气冲冲吐槽。我小心翼翼去了眼他的神色，默默低下头，怕殃及池鱼。楚月的脾气暴躁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。川叔3年简直委屈他了，明明对天对地的人设，偏偏成了最安静文雅的楚家千金。于飞和我不一样，他有胆，敢和楚月对视，于是迎来了楚月的狂风暴雨。于飞，你也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的不行，敢和1.9米的对打？我听着他的吐槽，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。虽然我不知道宋宇川和苏晋言在这个世界的身份，但从他们开的车我知道，和书里的身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姐们像是弼马温那泼猴子大闹天空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心里还在庆幸，还好没跟他对视。你看于飞现在可惨了吧？结果下一秒就听见他叫我全名苏之宇。我猛地抬头，对上他探究的视线，我尴尬一笑，没有不说话，我在听你说。你给他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吧。我把于飞手上的伤处理好了后，交给他药箱。衣服上那么多血，不知道脸上哪儿了。他奇怪地看我一眼，又看了眼于飞，挑眉。他脸上除了被打的淤青，没别的伤。那他衣服上的血哪里来的？他轻嗤一声。于飞，芝芝问你，你身上的血哪儿来的？我看了眼于飞，他动了动嘴角，冲他扯出了令人心酸又无辜的笑容。别人的对我，这个别人不用他说清楚，我都知道。宋宇川。他现在这么暴力吗？能把人打出血？但于飞也知道我说的是他，回头瞪我一眼，又可怜巴巴地看向楚月。你还瞪芝芝？怎么觉得他的话不对，你是对的喽？他猛摇头，忍着疼磕绊开口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，你不喜欢，我以后都不这么做了。”好奶，好可爱，嗨嗨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趁着两人不注意，悄咪咪扭头出去了，把空间留给他们。我用手臂撑着阳台栏杆，没几分钟，楚月就从房间里出来，站在我旁边。苏晋言没来找你？找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医院外，还有今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和他正坐在咖啡厅。医院是去看小袁？我点头。小袁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跟他的主治大夫交流过了，半个月后就可以手术。他了然，点了点头，明白我的意思。这几天宋宇川派人跟踪我，我都知道。许是因为他是摸爬滚打长大的缘故，对周围的环境感知力更强一些。然后呢？飞回国的事他应该知道，估计昨天见我接机，今天陪他吃饭陪他玩，生气了吧？应该吃醋，无所谓，对我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楚月如果说不重要，那一定是不重要。他就是这样敢爱敢恨的性格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想让我们重新喜欢上他们，重新接受他们。我沉默了一瞬，忽地亮着眼睛问他：月月，你会喜欢宋宇川吗？不会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没必要强在一起。我转了个身，将后背靠在栏杆上，目光落在屋内，视线划过一片裤脚，眼底闪过一抹狡黠。于飞呢？于飞对你到底是什么存在？我看见话音刚落的瞬间，墙角里的那片裤脚像是赋予了生命般僵在那里。于飞啊于飞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。楚月望着夜晚的霓虹灯，愣了很久都没有回答我的话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极低极轻的声音被夜风传来：与不一样的。我笑了笑，站直身体。我觉得有必要抽个时间跟那2个人说清楚。7天的假期很快过去，复工这天，我准时到达公司。同事对我莫名请了几天假表示了关切，问我有没有事，我一一回复没什么，家里的事已经处理好了，回来正常上班。闻言，大家也就没有再问了，转移话题。我笑着吃着带来公司的早餐，安安静静听他们吐槽。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广告公司，刚成立几年，公司人不多，加上我也就30来个。嘘，都小声点，今天老板已经来了。众人瞬间降低声音。今天他怎么来这么早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好开心。我笑呵呵听着，没有搭话。
我放假的时候被老板叫来加班做合同，好像是我们公司有新股东入股，还是个大股东。这是我没想到的，这家广告公司是独资的小企业，没想到会有股东愿意入股。正当我想得起劲的时候，老板带着一个我最不想看见的人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我一愣，僵在原地。苏晋言怎么在这里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苏先生。老板话落，所有人站起身鼓掌，我呆呆愣愣的起身，随大为鼓掌，心里却无比震惊。我在苏晋言身后看见了一个西装精英男，应该是他的秘书，全程都是秘书在跟老板交流，而他的目光锁定在我身上。众人也发现了，议论声丝丝响起。新股东在看什么？不知道，不会在看我吧？好恐怖！有什么看的？看你有什么用？那看什么？他视线这个方向除了我们，只有芝芝了。看芝芝？不会吧？你看芝芝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跟人家不熟了。那他看什么？眼睛有问题。我站在他们身后，听着他们对新大 boss 的议论，由衷感到佩服。当着新股东的面都敢这么议论，可想而知，若是股东不在，他们得成什么样子。光想想我都觉得好笑。苏晋言怕也是从来没有听见手下的人这么说过他吧。我回到工位，就收到人事那边全员发的周六团建的事，一时间周围哀声载道。我看着群里的消息，也跟着皱了皱眉。跟楚月约定好的周六和他于飞一起吃饭的计划泡汤了。周六的时候，我按照老板发的消息，早早就等在公司楼下。楼下不见往常的破旧大巴车，而是停着一辆豪华双层大巴车。我看见苏晋言的那刻，眼皮狂跳，他怎么阴魂不散，像是不知道我的尴尬般，他径直走到了我这一排。你好，能换个座吗？他对着我旁边的人开口，那人愣了一下，在老板警告的眼神下，赶忙起身。好的，好的，您坐。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，撑着下巴望向窗外。车子开起来后，苏晋言压低声音向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芝芝。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好，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”不能。我拒绝得很干脆，我是苏之羽没错，但我不是苏晋言的那个苏之羽，我没办法代替他决定原谅。真正需要道歉的人已经不在了。苏晋言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扭头看向窗外，不再搭理他。周围很多竖着耳朵听八卦的人，他也不好再继续说下去。他干脆保持沉默，一直看着我。我被他的视线看得心烦，后来干脆眼睛一闭，准备睡觉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车子不紧不慢地行驶着，我香甜地睡了一觉。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表情瞬间皲裂。芝芝，喝水。苏晋言没提让我尴尬的事，反而扭开瓶盖递给我一瓶水。我沉默片刻，接了过来。他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书中那个骄傲如孔雀的天之骄子，何时变得如此专注卑微，祈求着一个人的原谅？到了，大家准备下车。本以为团建地点万年不变，没想到今年项目还是爬山。我对爬山这个项目没什么兴趣，远远地坠在队伍后面。我前面不远处是苏晋言，他走得很慢，走走停停在等我。半路上却突然下起了雨，雨滴打在了我的脸上。我看见周围的黄土路沾着雨滴，啪嗒啪嗒逐渐湿润。我跟在人群后面快速往前跑，雨越来越大，风越来越滑，眼前逐渐被雨幕模糊，一不留神脚下打滑，我从树林间滚了下去。眼前彻底黑下去之前，我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朝我奔来。再醒来时，眼前一片纯白，鼻尖萦绕着消毒水味。我抬了抬手，就听见疲惫又惊喜的声音：“芝芝，你醒了，我叫医生。”床头的呼叫铃响起，很快我的视线就被白色包围，直到白色散去，我才眨了眨眼睛。芝芝，你怎么样？能看见我吗？我挪动视线，苏晋言放大的憔悴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他好丑，好疲惫，这是我醒来后的第一想法。你救了我。他闻声忙倒了杯温水，插入吸管，小心翼翼喂到我嘴边。有了水的滋润，整个人都活了过来，嗓子也好受了不少。他坐在我身边，手没再像我昏迷时那样紧紧握住。谢谢。他有些忐忑，有些紧张，而我的心情十分复杂。你去休息吧。他摇了摇头。我想陪着你。我沉默片刻，轻轻点头。那你去收拾一下自己。他一愣，像是刚反应过来，一咕噜起身，赶忙冲进了浴室，对着镜子。苏晋言才知道现在的自己有多狼狈。我躺在床上闭了闭眼，感受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。如果没感觉错的话，腿上的痛最重，应该是伤到骨头了。有些困，眼皮垂了垂，正想休息，一道惊雷般的声音响起：“啊，芝芝，你终于醒了！”我掀开眼皮，看向冲到床边的人，勉强扯出笑容：“让你担心了，我才不担心呢。”楚月口是心非的冷哼两声，随后坐在离床最近的凳子上，那原本是苏晋言坐的位置。怎么样？有哪里还不舒服吗？这时苏晋言从卫生间出来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默不作声地挪到了沙发上。楚月像是没看见他一样，看着我：“你知不知道是谁救的你？”我轻抿嘴唇，瞟了眼一旁的苏晋言，意思很明显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有些困，眼皮一颤一颤的。楚月看出来了：“你先好好休息，别的事儿等你好再说。”我冲他感激一笑，随后下一秒就睡了过去。我在医院的几天，楚月天天都来看我，苏晋言也在，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用电脑处理文件。那片刻，我恍惚间看到了书中的他。这天，楚月用手机打了一行字放在我面前，
他说已经和宋宇川说清楚了，他现在也不缠着我了。你什么时候和苏静言说清楚？我摇头，看了眼沙发上的人，心情前所未有的复杂。好像这辈子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以命相救，即使是楚月，我都没办法坚定认为他会以命相救我。收回视线，我沉默，垂下眼睑。许是注定一生孤独，无依无靠。我好像耽误不了别人，也信不过自己。想清楚，我抬头冲他笑。快了吧，等我出院再说吧。好，早点解决。我轻轻嗯了一声，说完楚月就溜之大吉。房间再一次空旷安静下来，我想了想，决定和苏静言摊牌。一世的寂静由我率先打破，我开口叫他苏静言。他停下手中的工作看我，我面上带着浅淡的笑意，很轻松也很释然的模样。我问，你知道我不是苏之玉对吗？我的坦白来得毫无准备，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一僵，房间又安静下来，我没再说话，静静等着他回答。良久之后，他点了点头，承认了这件事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紧追着我不放？我不爱你，这个事实你不是一直都很清楚吗？不是的，芝芝，你是爱我的，你明明说过你会一直爱着我。他有些激动，也有些语无伦次。你知道的，爱你的人是真正的苏之羽，我和他只不过长了同一张脸，叫了同一个名字。可你就是他呀。这话苏静言说出来自己都不信。你如果是真心喜欢苏之羽，现在却追着我想要我的爱，你不觉得既对不起徐木婉，又对不起真正的苏之羽吗？苏静言，你是想用我去替代苏之羽吗？别这样做，你这样我会彻底瞧不起你，也会觉得你对芝芝的爱廉价又不诚心诚意。苏静言沉默了，他坐在沙发上一言不语，我也没有再说话。他的沉默对我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好事。我重新躺下，闭上眼睛休息。住院这段时间，苏静言一直无微不至照顾着我。从那次谈话之后，他变得沉默寡言了许多。出院后，我辞了广告公司的工作，也再没见过苏静言。但我知道他一直在暗地里默默关注着我，这是系统说的，但我却觉得无所谓，只要没出现在我面前就好。我重新找了份轻松的工作，生活回归正常简单的日子。3年后的一天，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芝芝，我该走了，愿你在你的世界平安岁。是苏静言发来的。楚月瞥见短信眨巴眼，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回去了。我笑了笑，笑容复杂，说不出对苏静言是什么感情，但放下他对我而言又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我也要走了。脑海中的电流声让我和楚月下意识对视。你也要离开了吗？是啊，本来你们回到这个世界时我就该离开，但天道和男主男二做了交易，我暂时留下多陪你们3年。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交易吗？苏静言、宋宇川带攻略系统，3年内攻略成功就留下，若是失败，抹除全部记忆，送回原世界。我说不上这个交易到底算狠还是算不狠。对有宝贵回忆的人来说，这惩罚比夺取生命还重。他们回去了之后会怎样？我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。对于苏静言的离开，我可能还是在意的，不然不会问。天道决定重启原世界，苏之与楚月将携带记忆重生。重生后续如何开展，全凭书中人物自我意识。我笑了笑，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系统再见，再见，2位宿主。